2025年7月，当人类发现第三个星际访客3I Atlas 闯入太阳系时，哈佛大学阿维勒布教授的一篇论文瞬间点燃全球遐想。这个直径一度被估测为20多公里的天体，会不会是外星文明的光帆飞船？尽管后续观测证实其核心仅5公里宽，绘发中检测到的二氧化碳与水分子也印证了它作为星际彗星的身份。但这场争议恰似一束强光，照亮了人类星际航行最富诗意的可能。以光为帆，驶向星海，阳光驱动的宇宙奇迹。光帆飞船的构想看似科幻，实则根植于最基础的物理定律。1924年，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与灿德尔率先提出，阳光照射在巨大反射镜上产生的推力，足以使物体获得宇宙速度。这一原理的核心在于光的波粒二象性，光子虽无静止质量，却携带动量。当它们撞击物体表面并反射时，就会产生微弱却持续的光压。在地球大气层内，200平方米的物体受阳光照射仅能获得0.1克的推力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在真空且无阻力的太空中，这份推力将不断积累。如同马拉松选手的耐力奔跑，光帆飞船依靠持续加速，最终能达到传统火箭难以企及的速度。NASA 测算显示，行星际光帆飞船抵达冥王星仅需5年，而新地平线探测器借助化学推进与引力弹弓却耗时9年。与传统火箭相比，光帆飞船堪称航天领域的革命者。化学推进与电推进均依赖喷射物质产生反作用力，推进剂往往占据火箭总重量的绝大部分，既限制了有效载荷，又束缚了航行距离。光帆飞船则彻底摆脱了燃料枷锁，节省的重量可全部用于搭载科学仪器，且只要有恒星照耀，便能永续航行。这种零燃料续航的特性，使其成为星际探索最具潜力的方案之一。从纸上的构想到太空中的实践，光帆从理论走向现实，耗费了近1个世纪的光阴。2001年，美国行星协会联合俄罗斯打造的宇宙1号首次尝试亚轨道飞行，却因未能与火箭分离而坠毁。2005年的第2次发射再度失败，让光帆技术一度陷入沉寂。转机出现在2010年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发射的伊卡洛斯号，成为人类首艘成功运作的光帆飞船。其帆面由7.5微米厚的聚酰亚胺薄膜制成，比保鲜膜更轻薄，展开面积达200平方米。为解决柔软帆面的控制难题，工程师在帆膜边缘嵌入72块液晶面板，通过改变反射率调整飞行姿态，还依靠每分钟5至10转的自旋产生离心力维持帆面平整。这艘太空纸船最终成功抵达金星，用实际飞行证明了光帆技术的可行性。美国的探索紧随其后。2011年 ，NASA 的 NanoSail DR 展示了光帆的另类用途，通过阻力控制让报废卫星降轨焚毁，为太空垃圾清理提供了新思路。2019年，光帆2号更创造历史，成为首个纯粹依靠太阳光压实现轨道提升的立方体卫星，在任务期内持续减缓轨道衰减，甚至实现阶段性抬升。这艘仅10公斤、面包大小的航天器，用32平方米的聚酯薄膜帆面，验证了光帆技术在低成本探测中的巨大价值。中国的光帆探索则走出了独特路径。2019年，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天帆1号成功完成在轨技术验证，创新性的采用2级主被动展开系统，1级靠弹簧快速启动，2级用电机精确控制，确保0.6平方米帆面完美展开。更值得称赞的是材料突破，中国科研团队研发的聚酰亚胺碳纳米管复合材料，在降低厚度的同时，将强度提升数倍，打破了美日企业对核心材料的垄断。驯服光的翅膀有多难？尽管已有诸多成功案例，光帆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仍面临2大核心挑战。国际宇航联合会专家杨宇光指出，面质比及帆面积与航天器质量的比率是决定推进效率的关键因素。这要求帆面必须足够大且足够轻，但超大尺寸的柔软薄膜在太空中极难操控。物体的转动惯量与其尺寸的平方成正比，相较于天宫空间站的太阳帆板，
更大尺寸的光帆，其姿态调控难度呈指数级增长。材料科学同样经受着严苛考验。光帆薄膜需同时具备轻薄、强韧、高反射率和耐辐射等多重特性。日本的伊卡洛斯号使用的聚酰亚胺薄膜虽性能优异，却存在易受空间粒子侵蚀的缺陷。中国研发的碳纳米管复合材料虽已取得突破，但要制造平方公里级的超大帆面，仍需攻克批量生产与折叠展开的技术难关。另外，推力不足成为光帆迈向深空的最大阻碍。随着与太阳距离的增加，光照强度减弱，导致推力持续衰减。为突破这一局限，科学家提出了激光助推方案。霍金于2016年公布的突破射星计划便是典型代表。该计划构想通过地面超强激光阵列照射光帆，在10分钟内将微型飞船加速至光速的1/5，仅需20年即可抵达比邻星。这种人造光源的创新思路，使星际航行从千年幻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。未来以来，光帆将开创怎样的宇宙新纪元？光帆技术的应用场景早已突破深空探测范畴。在近地轨道层面，光帆可用于调整卫星姿态，实现无燃料消耗的轨道维持。在日地拉格朗日点部署装备光帆的观测卫星，能够稳定悬停并持续监测太阳活动及地球气候。针对报废卫星与太空碎片，光帆可通过增大阻力，加速其坠入大气层焚毁，化身太空清道夫。行星际探测领域，光帆的优势尤为显著。欧洲航天局规划中的光帆彗星探测器，可凭借太阳光压追踪星际彗星，开展近距离研究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拟议的太阳极轨探测器，将利用光帆实现传统火箭难以达成的轨道倾角调整，揭开太阳两极奥秘。更具雄心的是，星际前哨计划借助光帆飞船搭载微型传感器，数十年内穿越柯伊伯带，直达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云。而光帆的终极使命必定指向星际航行。当突破射星计划的微型飞船以20%光速飞越比邻星时，它将传回人类首张系外行星高清图像。未来的巨型光帆飞船或能承载人类受精卵与生命支持系统，开启星际移民新篇章。正如卡尔萨根所言，科学不仅是知识的集合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。光帆技术的每次突破，都在重新定义人类与宇宙的互动关系。逐光而行，人类的星辰宿命。回到3A Atlas 的争议，勒布教授或许未能找到外星飞船的证据，但他的假说意外推动了公众对光帆技术的关注。从奥莫莫到3I Atlas， 人类对星际访客的好奇，本质上是对自身星际航行能力的期许。那些质疑与验证的过程，恰是科学进步的必经之路，既保持开放的探索心态，又坚守严谨的实证精神。今天，天帆1号的技术已应用于中国新一代深空探测器，美国的光帆3号正在测试激光助推技术，欧洲的超大尺寸光帆原型机即将出厂。这些努力让我们想起伊卡洛斯的神话，当年那位飞向太阳的少年因蜡液融化而坠落，如今的人类却用科技铸就了真正能追逐阳光的翅膀。或许在不远的将来，当人类的光帆飞船穿越星际介质，抵达另一个恒星系统时，也会被那里的智慧生命观测到。他们或许会像今天的我们分析3I Atlas 一样，争论这枚来自太阳系的访客究竟是自然天体还是智慧造物。而这正是光帆飞船承载的终极意义。它不仅是一种航行工具，更是人类文明向宇宙发出的问候，是我们逐光而行、永不停止的星辰宿命。好了，今天的光帆飞船就聊到这里。那么3I Atlas 到底是不是光帆飞船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，狠狠按赞，热推哦。